在做這個主機全遊戲系列的過程中，有時候不得不面對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就像今天要介紹的這款精彩門球。相信大部分朋友對門球這項運動都不太了解，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玩意兒。小時候我住的老社區，當時算是規模比較大的，每幾棟樓的下面都會有一個門球場，有時候能看到一些老年人在那裡打門球。那個年代給小孩子活動的場所相當匱乏，門球場是一片平地，我們這些小孩把它當成足球場，經常在這裡踢足球。不過要是和門球活動衝突了，幾個老人就會拿着擊球的錘頭過來趕人。這種童年的經歷讓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誤以為門球是一項比足球還要熱門的運動。不過後來社區改建，門球場就消失了。在這之後，我生活環境的周圍也再沒有看到過門球場和玩這項運動的老人。現在仔細想想，當年那些門球场有可能是為了滿足某些或者某個特殊的人物的喜好而建立的。儘管小時候因為没有踢球的場地，時不时的會蹲在旁邊看那些老人掄錘子擊球，但那時我對這項運動的規則卻一點也不了解。這款體育類的遊戲是哈德森開發發行的，只有一個日版。哈德森也考慮到了會有玩家不了解這項運動，遊戲在開始畫面專門有一個選項用於介紹門球的規則，從5個不同的方面進行了詳細的介紹，3種遊戲的模式：動作模式、模擬模式和講解模式，玩法上略有區別，具體的稍後來說。在前2種模式裡，都可以選擇對戰電腦或者2人對戰，之後選擇隊伍。門球比賽分為紅隊和白隊，紅隊總是先攻。對戰電腦的話，還要選擇難度的級別，其他的選項包括场地類型是草地還是粘土，比賽的時間限制。門球比賽是5對5的形式，遊戲裡有12個可選的角色，這些角色的頭像下方標有擊球的能力，但這並不能完全代表他們的實力，還有些隱藏的個性化屬性無法查看。來到了比賽當中，雙方10名隊員都有一個自己的球，並按照出场的順序編成1到10號。紅隊是奇數，白隊是偶數。比賽场地的設置是標準的，有3個球門，场地的中間還有一個中柱。每個隊員按照編號的順序開球，並按照球門的編號順序，擊球依次穿過1號門、2號門和3號門，最後命中中柱。穿過一個門得1分，擊中中柱得2分。成功的穿過球門才能再次擊打，否則輪到下一名隊員。時間耗盡後，還得等待這一輪所有的隊員都完成擊球，最後計算團隊的總分。比賽的關鍵在於擊中其他選手的球，如果用自己的球命中了其他編號的球，被稱為閃擊。成功的閃擊能夠獲得1次額外擊球的機會，這時能把擊中的那個編號的球放在自己球的旁邊，然後將它打到任意的位置。如果是對手的球，将它打到遠離球門或者是場外。如果是隊友的球，讓它更靠近球門，之後還可以繼續擊打自己的球，所以理論上可以多次連續擊打，但有一個限制，已經被閃擊過的球如果再次被擊中，則算是重複撞擊犯規，自己的球要被移到界外。根據這套規則，實際的門球比賽當中，通常的焦點都集中在了互相撞擊的爭夺。在游戲裡，畫面的頂部顯示了剩餘的時間，每個編號的队員當前的得分和2隊的總分。擊球時是俯視角的顯示，有一個光標和虛線進行瞄準，還有一個局部的放大圖可以參考。如果是玩的动作模式，擊球時畫面頂部出现紅色的力量條，需要手動控制。如果玩的是模擬模式，則沒有這個力量條。另外一種講解模式相對簡化，只需要決定球的軌跡和停止的位置即可。哈德森當年發布這款遊戲時，門球這項運動在日本有一定的受眾，但以這項運動作為題材的遊戲非常的稀有，在幾十年遊戲的發展過程中，用1隻手都能數得過來。儘管本作是一款不錯的門球遊戲，但又有多少人真的會感興趣呢？